室友让我去测试她的男朋友，我觉得有趣，一口答应下来。可是她的男朋友没能抵挡住诱惑，我刚聊了2句就要约着我去开房，室友觉得没面子，用这个借口跟她的男友分了手。我跟她男朋友各种解释，她男朋友却始终不相信我的说辞，他跑到我们宿舍楼下，连捅我18刀。我倒在血泊中，却清晰地听到室友的声音。太好了，我终于能彻底摆脱那个变态了。再睁眼，我回到了室友提议测试她男朋友的那天。香香，你帮我测试一下我男朋友吧。室友宋若楠歪着脑袋对我说。我看着她故作可爱的样子，只觉得无比刺眼。我没好气地跟她说，不好意思，我可不想破坏别人的感情。宋若楠却说，只是你帮我测试一下我男朋友而已，怎么可能会破坏我们之间的感情呢？香香，你不会自以为只要跟我男朋友说一句话，他就会立刻喜欢上你吧？我没理他。宋若楠故作夸张地跟别的室友说，我以前怎么没有发现香香那么自恋啊？我请他帮忙测试一下我男朋友，他竟然跟我说不想破坏我们2个人之间的感情。他就这么有自信，我男朋友一定会喜欢上他呀？我冷冷瞥了他一眼，直接开怼，你胡说什么？我的意思是不想给你们之间造成误会，破坏你们之间的感情。我什么时候说你男朋友会喜欢我了？再说，就你男朋友1.6米，满脸痘的样子，我想起来就恶心。宋若楠呆呆的，大眼睛里迅速蓄满了泪水，捂着脸跑了出去。上辈子我答应了宋若楠的请求，加上了她男朋友，给对方发去了暧昧信息。没成想，她那个男朋友根本禁不住诱惑，我只撩拨了几句，他就迫不及待想约着我去开房。宋若楠脸上挂不住，失了面子，最后找了个理由污蔑我早就勾搭了她男朋友，说我们2个人早就在背后有了苟且。后来她以这件事为理由，跟她男朋友李田提出了分手。我室友香香有颜有钱，既然她喜欢你，我们就分手吧。她家里很有钱，你跟她在一起会更有前途的。香香脸皮薄，被我发现给你发求爱信息，脸上挂不住，她一定会找各种理由否认的。但是没关系，只要你坚持追她，她很快就会答应跟你在一起的。李田对宋若楠的话信以为真，每天在宿舍楼下对我围追堵截，我苦不堪言，各种跟他解释当时发暧昧信息的原因，李田却怎么也不肯相信。有一天，李田看到我跟一个男同学走在一起，彻彻底底发了疯，他连捅了我18刀，边捅边喊，臭婊子，你勾引老子，老子跟自己女朋友分了手，你转过头就不认了，还想找别的男人，敢耍老子，老子让你好看，表面上说不喜欢老子，老子送的礼物却一件不落收下，花了钱还不让老子睡，天下就没这样的好事。我躲避不及，倒在血泊里。在我倒下之后，我看到了躲在人群中的宋若楠，跟别人一脸惊恐的表情不同，宋若楠的脸上写满了兴奋。大家一片尖叫声中，我清楚地读懂了宋若楠兴奋的唇语，太好了，香香死了，李田要去坐牢了，我终于彻底摆脱李田那个变态了。这时候我才恍然大悟，原来从那次所谓的测试开始，不应该是更早，宋若楠就已经给我布下了死局。想到这段时间的经历，我心中生出无限悔恨，却什么都做不了，只能死死盯着宋若楠的方向，渐渐没了呼吸。另一个室友的话把我从回忆中拉了出来，香香，你做得对，宋若楠那个男朋友天天色眯眯的，这种事还是不要帮他做，万一被那个李田盯上，会恶心死自己的。我点点头，其实恶心死是真的会死啊。午饭时间到了，我今天心情不好，下午也没什么课，于是我去了商场，准备买，放松一下自己的心情。就在我挑衣服的时候，我却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，亲爱的，谢谢你给我买了这么多东西哦，我就知道你最爱我啦。我皱皱眉毛，刚想走开，却发现宋若楠挽着的男人并不是李田。我收回了迈出去的脚步，悄悄跟在了他们后面。宋若楠挽着男人进了一家内衣店，2个人挑挑拣拣，收获了不少战利品。期间，宋若楠还拿着丁字裤在自己身上比划，边比划边问，亲爱的，你说我穿这个好不好看？说着，他还扭了扭屁股，大胆火辣的言行，丝毫不在意周围人的眼光。这么多件，我都挑花眼了，你说哪件最适合我呀？宋若楠依旧不急不慢跟男人撒着娇，男人却猴急的大手一挥，挑来挑去，太麻烦了，都买了。宋若楠笑得花枝乱颤，就像得逞的狐狸。我看着手机里拍到的视频冷笑，上辈子我从始至终都没答应李田的追求，李田却固执地把我看作是他的人。我仅仅是跟一个男同学走在一起，他就醋意大发，直接拿刀砍了我。这次他名正言顺的女朋友都跟别的男人一起买内衣了，不知道他会怎么发癫。我注册了微信小号，凭借着上辈子的记忆加上了李田的微信，然后把视频给他发了过去，又迅速删除了他。我假装什么事都没发生，继续逛商场。等我回到宿舍，宋若楠还没回来，我这次直接偷偷报给楼下阿姨，说她夜不归宿。第二天，宋若楠顶着一脸伤回到寝室，满脸的青紫吓坏了我们。我跟室友连忙上前表达了关心，宋若楠却如行尸走肉一般，哭得凄惨。她拉着我的手哭诉，香香，我被我男朋友打了，打成这个样子，我都快要死掉了，你能帮我报个警吗？室友一看这个情况，直接躲到了一边，明显不想惹火上身。我被宋若楠抓着，一时挣脱不开，但是心里的警惕已经拉满，
若楠，我不是当事人，不好报警啊，你自己打个电话就行了。宋若楠脱口而出，我不能自己报警，如果李田知道我报警，他一定会报复我的，你们不知道，他打起人来下手有多狠，真的会活活把人打死的。我使劲甩开了他的手，既然这样，你让我给你报警是什么意思？把我推到火坑里。若楠，我到底怎么得罪了你？我怎么感觉你总想着害死我呢？我悠悠地看着他，眼里全是探寻，他这才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，连忙往回找步。香香，不是的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李田又不知道你是谁，就算你帮我报警，也不会有危险的。我的手机他会检查，就算我删了通话记录，他也能查出来。你要是不想帮我报警，能不能把手机借给我，我自己来打电话呀？室友在后面拼命跟我摇头，我冷冷看着他，不行，要么你自己报警，要么你就忍着吧。宋若楠不可置信地看着我，香香，我都被打成这样了，你忍心见死不救吗？我凑近他，一字一句地说，你就算被打死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而且你刚刚还想算计我，怎么有脸再来找我求助的？宋若楠装可怜的表情再也维持不下去了，眼神里写满了恶毒。我浑不在意，反正不管我做什么，他都是想要置我于死地的。他恶狠狠地盯着我，眼里闪过恶毒的光。是啊，像你这种命好的人，怎么知道我们底层人的艰难呢？这时候我才知道为什么宋若楠会死盯着我不放，原来都是嫉妒，他嫉妒我有个好的家庭而已。可是他却丝毫没有想到，要不是我有个好家庭，怎么有能力经常借给他钱？我回怼，是啊，我这种人不知道你底层人的艰难，所以麻烦你把前阵子你借给我的那5000块钱还给我。宋若楠眼泪都要掉下来，香香，我都这样了，你一点都不关心我，只想着让我还钱吗？最终宋若楠还是没有报警，他一个人默默疗伤，每天脸上都敷着厚厚的粉底，而我跟他也进入冷战。小号上李田多次问我是谁，我都没有回答，还直接删了他。李田这种人，只要有点苗头，就会无限警觉，不用我提醒，他也会盯紧了宋若楠不放的。这天，宋若楠却突然在楼下叫住了我，香香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男朋友李田。李田，这是我室友香香，是个富二代哦。李田，香香前几天还跟我问起你呢。宋若楠对李田说，放在平时，这不过就是一句普通的话，可是有了上辈子的记忆，我立刻反应过来，这是宋若楠在暗示李田我对他有意思。李田用猥琐的目光打量着我，语气充满了调戏的感觉，是吗？香香对我这么好奇呀，不如直接加个微信吧，我扫你。我摇着头连忙后退，你就是若楠说的那个家暴她的男朋友啊？我对你一点都不好奇，前2天提起你是因为若楠说要我帮她报警，我拒绝了。李田的脸色一下子变得难看起来了，报警？什么报警？宋若楠焦急地朝我使眼色，哪有什么报警？李田，你不要听香香胡说。我假装没看懂宋若楠的意思，疑惑地看着她说，若楠，前2天不是你回来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，然后还说你男朋友快要把你打死了，你不敢自己报警，要求我来替你报警吗？幸好我没有答应你帮忙，前2天你还要死要活的闹分手，今天你们就和好了。要是我真的帮你报了警，多影响你们之间的感情啊！李田的怒气被我轻而易举地撺掇起来，他回身反手给了宋若楠一个耳光，臭婊子，老子打你是因为你出轨，你跑去跟别的男人买钉子裤，你怎么不说？要不是你跪下来求老原谅，我还会跟你在一起。原来你背地后里这么给老子造谣，真是欠收拾。说着，李田又把宋若楠拉走了。宋若楠恐慌不已，想跟周围的人求助，碍于李田的威慑，又不敢开口。只是他看我的眼神更加不善了。不过我不在乎，出乎我意料的是，没多久宋若楠就回来了，脸上除了几个巴掌印，并没有什么其他明显的伤痕。我很是失望，宋若楠却来找我算账。香香，你什么意思？为什么要当着李田的面说我要报警的事？你故意的对不对？你故意挑拨李田对我动手，我到底哪里得罪了你？你要这么害我？我装作听不懂他说的话。若楠，你都在胡说些什么呀？我这不是顺着你的话说吗？是你先跟你男朋友说我在宿舍提起他的，我说起你男朋友也只有那一次啊。我还以为你故意把话头抛给我，是想警告一下你男朋友呢。宋若楠气急败坏，我哪里有这意思？我悠哉，哦，那我理解错了。不过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为什么说我总是提起你男朋友？你是想让你男朋友觉得我对他有意思吗？宋若楠一下子嚣张不起来了，我哪有这个意思？我无所谓的笑笑，哦，没有就好，否则我还以为你想背后算计我呢。宋若楠被我戳中小心思，一时也不敢开口辩解，只能恨恨地回到自己的床铺。我心下琢磨着，2天竟然连续2次这样放过宋若楠，肯定是宋若楠拿出了什么交换条件。可是这个条件到底是什么呢？我无从知道，但是小心防备总是不会有错的。经过这2次事情，按理来说，我跟宋若楠的关系应该越来越差才对，可是并没有。宋若楠对我的态度反而越来越好了，她好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一样，诚恳地跟我道了歉，又经常主动帮我打水做值日，就仿佛她跟我依旧是好朋友一样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她打的水我从来不会喝，连水壶都会直接扔掉，更拒绝她帮我做值日，我又不是没长手，
宋若楠对我的全方位拒绝感到很伤心，她也不强求。之前是我做错了事，香香生气也是应该的。然后她转变了策略，不仅把之前欠我5000块钱还给了我，还开始给我送礼物。我却突然想起上辈子我被李田捅死时他说过的话，表面上说不喜欢老子，老子送的礼物却一件不落收下。我看着宋若楠递过来的礼物，心里一颤一颤的疼。看来宋若楠并没有放弃把我塞给李田的想法。上辈子宋若楠也曾找各种理由给我送礼物，我看这都是些不值钱的小物件，随手收下了，还回赠给他更贵的礼物。我以为这只是他善意的表达，却忽略了每次他都拉着我拿着礼物自拍。他给我的解释是：香香，我要发到朋友圈里，让所有人都知道我们两个是好闺蜜。我轻而易举地相信了宋若楠的话，现在想来什么狗屁好闺蜜，明明是他要告诉李田，礼物我开心收下了，让李田深信我对他有意思，从而更加鼓励李田追我，给李田造成一种我愿意跟他谈恋爱，但是表面上很不好意思的错觉。想到这里，我眼神更冷了。对不起，我不想要你的礼物，我们之间没有好到这个份上。宋若楠却坚持不懈，她自顾自拆开了礼物盒子，从里面拿出来一条普通的银项链。香茶，我知道银项链你看不上，但是这是我攒了1星期的饭钱才买下来的，就算你不喜欢，你能不能试着戴一下？戴上很好看的。我看着她一手拿着项链，一手举着手机，立刻跟她拉开了距离。我说了，我不想收你的礼物，你听不懂人话吗？宋若楠摆出一副受伤的表情。香香，你是不是嫌弃项链寒酸啊？我知道我穷，可是这真的是我能买得起的最好的项链了。我不想听她自己在那里茶言茶语，立刻跑出宿舍。可是我没想到的是，她却把项链放到了我的桌子上，还拍了照片发了朋友圈，送好朋友的礼物。我立刻要求她把东西拿走。我原以为她会推辞，想不到她直接痛快地答应了下来。我略一思索就明白了，反正朋友圈已经发了，李田也不知道项链到底在谁的手里，宋若楠只会引导他认为我已经收下了礼物。我想宋若楠肯定会跟李田去邀功，我赶紧回了宿舍。果不其然，宋若楠正好在跟李田偷偷打电话。亲爱的，香香把礼物收下了，她说她很喜欢呢，可是她更喜欢名牌产品，你知道的，香香是大小姐，这种东西一般看不太上。你也别心疼钱啊，你要是能把她追到手，她家的钱不早晚都是你的吗？到时候你记着我的好就行。我喜欢你，可是为了你的前途，我也只能放手了。我听到这里，假装不经意地推开门，大声喊：宋若楠，那条项链你拿回去了吧，以后别再给我送这些莫名其妙的东西。我声音很大。宋若楠没想到我突然出现，吓得没拿住手机，手机掉在了地上。我低头看了一眼正在通话的界面，顿时更来劲儿了。我跟你也不熟也不好，你为什么要送我项链啊？你还为了一条项链省下1星期的早饭钱，我可不忍心让你这么受苦。以后你不要送我任何东西，我嫌你脏。宋若楠急得都要哭出来了，地上的手机里却如愿传出来李田的声音：宋若楠，你个臭婊子，你敢骗我？老子送的项链说成是你送的，还跟老子说香香收下了，你等着，我这就去你学校里找你。宋若楠大喊着：李田，你听我解释。可是于事无补，电话那头的李田早就挂了电话。宋若楠看着我，情绪终于失控。你为什么要这样？为什么故意这么说？你是故意的，对不对？我不再否认，只是冷笑着看向他。对呀，我是故意的。你3番2次想要害我，我还不能还手了。比起我跟他的争辩，他更在意的是李田的到来。李田就在学校门口开小店，10分钟就到了宿舍楼下。宋若楠不敢出去，李田就在楼下大喊：宋若楠，臭婊子，给老子滚下来！你要是敢不下来，老子就让你身败名裂。宋若楠似乎想到了什么，惨白着脸下了楼。我想了想，也悄悄跟了下去。李田看到宋若楠，二话不说，先给了他一记耳光。宋若楠忍着疼痛和羞辱，把李田拉到一边，小声地跟他解释着：亲爱的，你听我说，我怕香香不肯收才那么说的。你想，只要他收下了项链，你就有了接近他的理由了，对不对？凭你的人格魅力，拿下香香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。李田半信半疑：你说真的？没骗老子？老子现在根本不相信你说的话。还有老子给的那5000块钱呢？你给香香了没有？有没有跟他说这5000块钱是睡他1晚上的钱？宋若楠直接拿出手机给李田看转账记录，给了，你看，这是转账记录。李田疑惑地说：真是奇怪，为什么收钱却不收项链呢？宋若楠讪笑着解释：项链太暧昧了，我说是我送的，他才没收吧。我这才搞清楚宋若楠还给我的5000块钱是哪里来的，整个人被气得发抖。眼见李田似乎要被宋若楠说服了，我赶紧从暗处走出来：若楠，你还我的5000块钱，怎么也不备注一下还款啊？宋若楠听到我的声音，瞬间僵在原地。李田听到5000块钱这个数字，也立刻反应过来，5000块钱还款，怎么回事？我冷笑着解释：以前宋若楠借了我5000块钱，今天还给我了，也没备注一下还款。李田狞笑着把头转向宋若楠：这个5000块钱就是我给你的那5000，老子拿来买春的钱，你拿去还款。
李田一步步靠近宋若楠，宋若楠早已吓得两腿发软。李田，不是的，你听我解释。这李田哪里听得下去，追着宋若楠连捶加踹。很快宋若楠被打得伤痕累累，这次闹的动静实在太大，不知道是谁报了警，警察赶到的时候，我还没有看够好戏，只能遗憾地摇了摇头。奇怪的是，警察在询问情况的时候，宋若楠却口咬死，他跟李田只是起了一点小摩擦，完全不用警察出面解决。警察看着宋若楠脸上的伤痕，还是把他们带回了警局。我作为当事人之一，被一起带回警局了解情况，意识到自己的行为违法之后，李田跟宋若楠双双否认了那5000块钱是买春的资金，宋若楠更是一口咬定钱是给我的还款。我知道我没有其他证据，也懒得追究这个钱到底怎么回事，我很快离开警局。由于受害人宋若楠选择和解，李田也只是被警方口头教育了一下。我看着宋若楠淬了毒一样的眼神，知道接下来他要跟我不死不休了。他转身跟李田说了几句话，李田立刻用色眯眯的眼神看了看我，然后一脸期待的离开。这是老子给你的最后一次机会。我不用想也知道宋若楠又在算计我了，但是好巧，我也在算计他呢。经过这么长时间，我终于查到了当初跟宋若楠一起买内衣的男人的信息。我把视频发给了他老婆，并且提供了宋若楠的个人信息。等我回到学校的时候，郑氏太太已经在等宋若楠了。郑氏太太直接让人带了设备，把视频投影在超级大幕布上。宋若楠回到学校，第一时间看到的就是他拿着钉子裤在身上比划，一边比划一边扭屁股的样子。有眼尖的同学看到宋若楠，纷纷给他让开一条路，宋若楠跑都跑不掉，就这样暴露在郑氏太太面前。郑氏太太是个懂法的人，不打人不骂人，只是走到宋若楠的面前说，给你1星期时间，把我老公在你身上花的78000块钱还回来，要不然我会安排人一直跟着你，不管你走到哪里都会播放这些视频，你要是不信就试试。宋若楠死死低着头，一路跑回宿舍，把脸蒙在被子里嚎啕大哭。可是全校都已经传开了，即便是楼道里也有同学在窃窃私语，那个宋若楠好骚啊，拿着钉子裤扭来扭去的样子，笑死了。她住在613吧，给人家当小三哦。我听说她有男朋友，就是学校对面卖饭的一个小商贩啊，找个这样的男朋友是为了吃饭免费吗？真贱啊。宋若楠听着同学们的一言一语，最终还是绷不住了，捂着脸跑出了宿舍。而我跟另一个舍友都提出了换宿舍的申请，考虑到情况特殊，学校很快同意了我们2个人的请求。宋若楠为了挽回自己的名声，直接爬上了学校楼顶，闹着跳楼。明明我是被别人骗了，为什么你们都要骂我？我是被男人骗了呀，我不想活了，你们每一个人都是逼死我的凶手。他站在楼顶要死要活，就像是受了天大的委屈。那个男人给我花钱，是因为我爸重病，我感动了才会跟他在一起。你们都不问青红皂白，就这么冤枉我，凭什么？我要是真的骗了那么多钱，自己还会生活这么寒酸吗？我看着宋若楠瘦骨俊寻的身体，蜡黄暗沉的脸色，总觉得哪里不对劲。但是他字字泣血，再加上悲惨的身世加持，瞬间让一部分同学心生愧疚。别的同学谁都不想背上逼死人的骂名，就算心里鄙视，也不会再当面说些什么。所以宋若楠这一招寻死觅活，成功的让学校里的同学闭上了嘴。但是钱还是要还的，宋若楠的处境也只是稍微好了一点点，依旧整天愁眉苦脸。我心下一动，脑子里有了主意，我偷偷跟着宋若楠到了自习室，故意坐在了她的后面，跟她背对着背，假装小声接电话。我以前那个好朋友可惨了，被男人骗了，可是他爸爸还患有重病。那个男人隐瞒了自己结婚的事实，给他花了点钱，现在他老婆找上门，让若楠还回去。若楠只是个学生，哪里来的钱啊？我真想帮他一把，又不知道怎么开口。而且前段时间我们2个闹得挺不愉快的，他那个男朋友好像对我不怀好意。原本我以为是若楠的主意，可是现在想来，若楠应该是被逼的。哎，我真替他着急呀。假装打完电话，我就离开了自习室。我能感觉到宋若楠的视线一直在背后盯着我，万事俱备，就等鱼儿上钩了。还没到晚上，我就收到了宋若楠发给我的信息：香香，我有很重要的事跟你说，我们能谈谈吗？我自然答应下来。宋若楠坐在我对面，表情局促不安。香香，我知道你一直对我有误会，但是我想请你相信我，我对你真的没有恶意。李田，他自从见过你一次之后，一直对你不怀好意，我没办法阻止他，怕你被他骗了，只能想尽办法让你讨厌他。可是我却把我自己也搭了进去，你也开始讨厌我了。他巴拉巴拉说了一大堆，总之就是摘清自己，把所有的罪恶都推到了李田头上。他话里漏洞百出，我只能视而不见，做出一副感激涕零，但是又将信将疑的样子。真的吗？一直以来其实都是李田对我心怀不轨，你其实是想办法提醒我，但是我没能领会到你的意思。你怎么才能证明自己呢？宋若楠眸光微闪，过2天我们学校放假，你一定会回家对吧？李田早就摸清楚了你的回家路线，想要在路上劫持你，把你关起来，
直到你怀上他的孩子为止。他坚信，只要你怀上了他的孩子，就会对他言听计从了。我努力做出一副吃惊的样子。真的吗？却他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我也没有得罪过他呀。宋若楠怜惜地看着我，香香，你家庭条件好啊，多少男人都想得到你呢。毕竟只要跟你在一起，一辈子荣华富贵呀。我当下就要报警，却被宋若楠制止了。香香，你现在报警没有犯罪事实，警察根本不会把李田怎么样的，不如提前做好准备，直接抓他个现行，把他送到牢里去，你才真正安全。我立刻从善如流，你说的对，如果事情真的跟你说的一样，我们就做回好朋友，必须把李田送到监狱里，我们两个才能真正的安全，才能摆脱他。对了，那些钱你凑够了吗？宋若楠为难地看着我，脸上还有几分故作坚强，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。我十分善解人意，若楠，你帮了我这么大个忙，我也应该有所回报才是。现在我手上没有这么多钱，等我从家里回来，我会给你凑够的。真的吗？香香，你相信我是被骗的吗？我点点头，一脸真诚。我当然相信你啦，不过我还是好害怕呀。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回家？反正学校短假你也不回老家，不如你跟我一起回去吧。正好我也直接让我妈拿钱给你。原本还有些犹豫的宋若楠听到钱立刻答应下来。她嘱咐我，香香，你一定要做好准备呀，多请几个保镖。我自然是满口答应，同时拜托宋若楠一定想办法把李田约出来。到了我放假的那天，我跟宋若楠一起坐上了回家的车。为了李田方便下手，我特意更改了回家的路线。果不其然，等到我们走到偏僻处时，我的车被后面的车追尾了。李田从后面的车上下来，真不好意思，下车检查一下吧，看看走保险还是私了。我跟宋若楠对视一眼，他先下了车，为了获取李田的信任，他还主动靠近了李田，走到了李田的身后，其实就是怕我们双方打起来，他会被误伤而已。宋若楠走远之后，才发现我根本就没下车。他惊慌地回过头，香香，你怎么不下车呀？你的车好像被撞坏了。我摇下车玻璃，若楠，你不是跟我说过吗？李田要在这里对我动手，我怎么还敢下车呢？宋若楠变了脸色，李田面色也狰狞起来。我继续煽风点火，警察怎么还没来呀？若楠，你别害怕，一会儿警察就到了，我们一定能把李田送进监狱的。宋若楠见形势不对，撒腿就想跑，却被李田大手一捞，直接拉了回来。李田咬牙切齿，你敢出卖老子？明明是你出的主意，你竟然利用老子！宋若楠大喊着，李田，你听我解释，都是香香在挑拨离间，她在拖延时间啊，你再不动手可就晚了。我的车跟李田始终保持着距离。李田，你放开若楠，你听到警笛了吗？警察已经要来了，你只要放下武器，也就是坐几年牢而已，但是你如果伤害若楠，后果可就严重了。我假意劝降，实则火上浇油。虽然若楠手上有你的犯罪证据，但是只要你愿意放了他，他一定不会把那些东西交给警方的。若楠说了，他只是想送你进去坐几年牢，摆脱你对他的家暴行为而已，并没有想要你命的意思啊。李田脸上的表情越来越狰狞，越来越愤怒，他大吼着，放屁，送老子坐牢跟要老子的命有什么区别？既然你想让老子死，老子也不能让你自己活在这个世界上。就在警察围过来的时候，李田举起了手里的长刀，一刀又一刀，刀刀刺穿宋若楠的身体。我在心里默默数着，第3刀刺下去的时候，警察开枪了。李田被一枪爆头，血肉模糊，宋若楠也死在了血泊中。可惜了，才3刀。我看着眼前的血腥场面，仿佛又回到了上辈子我被李田举刀杀死的时候，从骨子里渗出来的疼痛淹没了我，我痛到不能呼吸，两眼一翻，晕了过去。快来担架，这里有人吓晕过去了。再次醒来，我已经躺在医院了。我下意识看了看我的身体，还好，一点伤都没有。我身边有2个警员守着，女警看到我醒了，冲我温柔地笑，别怕，孩子，都过去了。我的眼泪一下子涌出来，怎么也收不住。我原本准备好了接受警察的盘问，可是他们却什么都没说，只是简单地问了我几个问题。我犹豫着开口问，警官，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警察跟我说，李田是个小毒贩，以贩养吸。宋若楠也感染了毒瘾，所以才离不开李田。我们在他们的手机里发现了关于绑架你的聊天记录，之前还有想办法设计让你爱上李田的讨论。可能是你一直没上钩吧，他们才出此下策，还好你命大。不过你是怎么想到提前报警的？我简单说明了之前我跟李田还有宋若楠的恩怨。我说看到李田从车上下来，我就觉得不对劲，所以才报了警。我以为他是要报复我上次跟他们一起闹到警童，警局有我的调查记录，这个说法本就天衣无缝。宋若楠并没有一个病重的爹，他骗来的钱都用在买毒品上了。我又想到他瘦骨嶙峋的身体和那张暗沉蜡黄的小脸，还有李田满脸的痘痘和暴躁的脾气，一切都有了合理的解释。李田深知只要被警察抓走，一定会暴露他贩毒吸毒的事实，他怎么都难逃一死，所以直接破罐子破摔，要了宋若楠的命。而宋若楠从一开始想要的也不是李田坐牢，而是死刑。他只是个吸毒的，不需要负刑事责任。他以为他自己算无一策，却不曾想已经死过一次的我
怎么可能会在上一次到呢？我爸妈很快赶到学校，我看着他们满头大汗、神色慌张的样子，再也忍不住嚎啕大哭。他们拍着我的后背安慰我，都过去了，香香别怕。我抽抽搭搭的吸吸鼻子，是啊，都过去了。全文完。